啊？你这是软趴还是爆炒啊？软趴。你软趴开这么大火？哎，炒两个呢。控制点火候啊！啊！老板，有人找。哦哦。老板来了。哎，思怡。周叔叔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是想找工作，兼职。我可以洗碗、端盘子、扫地，除了做饭，剩下的活基本都能干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而且我每周末都能来工作，工资我也打对折。就是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些？预支啊？多少钱啊4700。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？啊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钱叔叔可以借你啊，思怡，但是工作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高3了，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啊，好不好？不要了，如果不能给工作，那我就换别家了。这事儿别告诉奶奶，打扰了。你等会儿。这事儿你奶奶都不知道啊？啊？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？你妈妈那儿要钱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吧，周末你过来，看看这边有什么忙要帮，啊。但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给我写作业。嗯，好。好吧，啊，谢谢周叔叔。不客气。把钱给我。哎，回来！嘿，钱不要了啊？给，不要钱学雷锋啊？谢谢。这孩子。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你上课的时候用摩斯密码跟女同学发暗号，有这事儿吗？你还笑？你教的？不是啊，我教他这个呢，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。那我哪知道他用这个做这事儿？那个同学啊，马思义，早了点儿。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？别吃了。你看吃饭吗？哎，下不为例啊。我跟没跟你们说呢，少跟整天贪玩的孩子在一起玩。马思义还好，上了1中，成绩还算不错。你看看其他那几个，那会影响你成绩的。哎呀，没那么严重，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的。吃饭。车别推了，雾气太大，放慢了。这边去。就这，就这个。哎，你确定是船为主吗？你别回头给逮了。放心吧，我下去看看。哎，别，我下，你拿着。小心点啊！来，帮我照着点。慢点啊！哎，没事的。慢点，你给我。来，你看那边有没有？照着点。哎，慢点啊！慢点，王和。没摔着吧？哎，慢点。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有，很多。哎，把东给他。看着点人啊！我下来啊！把那东西，我把这个。快走！快走！往那边走！别打了！往那边走！站住！别跑！
路过，我们就是路过，什么也没干。这王八蛋！警察叔叔，我真是路过。路过带着油的很。我告诉你，这几天偷油的多了，不止你们几个。叔，我求您了，我还在上学呢，学校会开除我的。你现在想起自己是个学生了？进去。这下怎么办？要不给陈瑞打电话，让他妈想办法捞人。哦，对，他妈是区长，能认识警察。他们要是不肯呢？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？今天刚好要是被拘了，能被他爸活活打死。喂，陈瑞啊，在呢。谁呀？喂，不知道。哎，你也没问是谁。哎呀，孩子的事不要管得太严，一个电话。谁让你做人的？怎么了？我朋友被警察抓了。谁呀？哪个朋友啊？因为什么呀？应该是误会。找你干嘛？让我去帮忙？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？这种事儿以前没少干吧？没，这是第一次。叔，您就放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现在才想起求饶，晚了点吧？你不是小孩子，干坏事不用受惩罚呀。叔，要不您就揍我一顿，就当是惩罚了。你说我要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里，你爸要是知道了，那表情估计挺逗的。你认识我爸？岂止认识，我跟你爸还有点小过节。啊？你爸小时候可没少欺负我，天天堵着我抢我东西，我可没少挨他揍。今天有机会吗？不知道啊，但是陈瑞挺仗义的，应该会尽力吧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眼看就要高考了，这要是出事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你去干嘛呀？你不用去，你不是听我吗？不用去，着急没有用。哎，花。没事，花子，着急没用啊，现在啊。你们说，我今天要是坚持不让你们出门，是不是就没这节了？会，这是大家的决定，不怪你，你劝不住的。万和要是被拘了，我就退学。他们说，大牢里过特苦，要是没钱，寸步难行。回头他爸妈要是不管他，我管。陈瑞会上心的，应该已经在办了，咱们回家等消息一样的。先回家，往和点正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，啊。你干嘛去？你给我回
我马上就回来，妈。陈瑞，站住！妈，我马上就回来，我保证。你干嘛去？我就看他一眼。捞人去。没那本事，妈。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帮不上忙，我也得在场啊。不行，求你了，妈，我真的马上。给我回家。我马上就回来，妈。你别拉拉扯扯的，邻居看见怎么办？邻居看见都不。孩子，孩子，哎呀，上哪儿了这是？啊！哎呀，饿不饿？还是见不点吧。进去之后啊，局子里面没什么油水。来，下来。走。坐着。要冰的啊，冰的啊。哎，还吃呢？这什么情况？上去，去那边。别愣着，吃。你这功课怎么样？全年级第3，倒数。你爸不揍你啊？揍啊！从小就揍，那皮带揍到好几根，但后来发现揍也没用，所以人就放弃了。哦，开始自暴自弃了。不至于，我成绩差，是因为我心思没在那儿。你心思在哪儿啊？赚钱。你个小屁孩儿，你现在琢磨什么挣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事儿，过几年再琢磨也来得及。那就晚了说。以前京沪高速没开的时候，那河运特别火，我爸有条船，轻轻松松就能挣钱。但现在，你能打平已经算是胜利了。以前我爸可威风了啊，那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给他发烟，一口一个老大叫着。现在呢，是他到处给别人敬烟。那见着个包工头，就跟见着祖宗似的，一点不爷们儿。你再胡说八道！当年我小时候，你爸就在老码头摆摊卖鱼虾。每天他天不亮就起来，站着最好的地儿，等他卖完了，才会让给别人买。每次等我开摊了，鱼虾都死了。那个时候，我最烦的人就是你爸。我记得我高3的时候，妈得了一场病，家里没人照顾，就想让我休学，在家里照顾。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了。你爸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上我们家来了，我没敢开门，没想到他哐的一脚就把门踹开了。石天哲，你要干什么？
一开始我以为里面包的是板砖，但是没想到我打开之后，里面全都是毛票，整整600块钱。87年，那可是一笔巨款。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懵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你猜你爸当时跟我说什么？他指着我说：“小子，你不许休学，你拿这个钱去找护工，如果不够的话，你告诉我。”我都懵了，我当时。考一个好大学，找一个好点的工作，摆摊儿这种事儿，轮不到你。谢谢。我妈得这个病，前后花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。整个住院期间，你爸还有他那几个兄弟轮流的照顾我妈。你爸每次来，都会拎着他捞的鱼给我妈熬汤喝。到后来我妈出院的时候，偷偷告诉我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吃鱼了，够够的。小子，你爸当年就是个混蛋，当然了，他现在也是。但是他这辈子没有欠人情，都是别人欠他的。你现在是叛逆期，你烦他，瞧不上他，这都正常。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，不管什么时候。不管你混成什么样，你爸永远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当初你爸没给你丢过人，往后我也希望你不要给你爸丢。你小子以后要再想犯浑，我亲手打断你的狗腿！老板，算下账。好。谢谢。好。哎呀，真是养爹千日，用爹一时啊！我必须得给爹磕一个。你以为我谢叔绝不是一般？早些年跑船有碰瓷的，我河里埋渔网，有船经过就冲出去让通行。可咱们家的船一次都没被拦过，都知道谢老大不好惹。还真是啊，万和，搁以前你爹就是鬼脚七，你爸才鬼脚七，我谢叔是黄飞鸿。黄飞鸿啊，佛开无影表。你这是我子！船指望不上了，得想别的办法赚钱。觉得不一定非得给钱。什么意思？小时候你给他买书包，当时他什么都没说，攒了1年的零花钱捡可乐罐卖，你记得吧？最后还了你1块卡西欧的电子表，这就说明他不喜欢欠人情。那也不能不管他吧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与其给钱，不如帮他想个赚钱的路子。他高3了，今年特别重要，不能分心。一中重点班，他能考前3，再努努就上1本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把梦幻西游的装备卖了，出个 QQ 号，应该能值点钱。哎，我爸那辆小白脸皮也不起，也能卖了。不用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闭嘴。没错，必须守口如瓶，千万别说漏了，有几对私意。我能说什么？
西野，望河为了你去偷油，差点让警察给抓起来，我傻呀我！你去偷油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们就遛弯，刚好路过，对吧？哦，对，这都是捡的这种东西。别打！望河是为了你好，他会穿鞋。啊，这后来警察来了，警察要走了，虚惊一场。对，虚惊一场。对，思义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以后我的事用不着你管，希望和你好自为之。思义，看我干嘛？思怡呀，怎么了？啊？奶奶看看。哎呀，这还哭上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没有啊，你跟谁吵架了？跟望河吵架了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还说你好自为之。奶奶又不聋，奶奶都听见了。那我找望河妈去，她敢欺负我孙女，我得揍她！奶奶不是，真的没有欺负我，她心好，就是脑子坏掉了，总是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。没人欺负你呀。哎呀，望河从小就那样，傻头傻脑的，一看见你就变成个马大哈，你看不出来啊？奶奶可都看在眼里了。你忘了小的时候为了哄你，差点没把自己摔成残疾。你看不出来，奶奶还看不出来。哎，思怡，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，望河？我们都快吃完了。没事儿，我不饿。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都知道孙悟空吗？知道啊。那你们都知道孙悟空怎么飞的吗？听到没有啊？不错。那么我手上的就是七彩祥云，我也会飞。行，你要飞吗？都不信是吧？不信，不信。跟我来。我来啦！疼吗？没事没事没事我逗你们玩呢。刚才摔的时候贼疼，现在不疼了已经。这样麻药劲还没过吧？一会儿过了还是会很疼的。没事没事，我不怕疼。你不怕疼？那你哭什么？谁哭了？你没哭，只是眼睛在流汗。你可能别这样。我怎么样了？调皮捣蛋惹大人生气，这次是你运气好。腿骨折，要是你大头冲下你就死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这人福大命大的。闭嘴！这次你腿骨折，你妈在家眼睛都哭肿了。拜托你懂点事吧。那你们难道忘了吗？老师不是说过，科学就是源于实践的。人类发明，这不就是靠我这种勇者吗？人家是勇者，你是想作死。我懂就别瞎说行吗？你懂？我当然懂了。你知道避雷针原理吗？上课上讲过呀。那你说说什么原理？就像你知道似的。当然知道了。哎，你们谁帮我找根铁丝过来？我去。都知道导体和绝缘体吧？我腿上的石膏就是绝缘体，我把铁丝通上电，石膏绝缘，所以我就绝不可能触电。来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，都闪开。跟我一起见证科学的伟大力量吧。
好了啊。妈，还没睡？哎呦，我都习惯了。哎，儿子，要不然妈再给你租个小屋吧，老这样容易神经衰弱的。租个屋，我们俩出去住，让我爸一个人在家睡。那还不如让他出去。哎，以后就让他在船上睡，没事不许回家。这个月有赚吗？没赔就不错了。现在这油价又涨了，人工费也高，城里面工地多，都不缺活儿。哎呀，我都琢磨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这条船也不能留了，卖了退股，换台重卡，走陆运。回头帮妈在网上查查。别呀，妈。你怎么还不乐意了？之前不是你老跟我说，河运赔钱要及时止损。怎么了？变卦了？不是我变卦，我是怕我爸不开心。平时我总感觉我爸蔫了吧唧的，可他一上船，嘿，意气风发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你爸跟我说过啊，他说他上辈子是条泥鳅，不能离水太远，否则会被憋死。妈，对不起啊，我太没用了。怎么了？怎么说这种话？你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，都已经成功了，可以照顾好家里。我到现在还在读书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傻儿子，你能有这个心，妈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以后肯定能成功。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。以后你们出门就用大鼻孔看人。好，大鼻孔看人，我是谢大毛的妈妈。帮你算算。奶奶什么时候来啊？别给我提这件事儿，一想到他们要来，我都浑身打哆嗦。哦。上回你奶奶走的时候，又跟你哭重来吧？没有。我都听见了，说什么家里房子又漏雨啦，村里人又不管，还要强拆他猪圈什么的。他们怎么那么坏啊？废话。你奶奶把猪圈盖在风口了，那风一刮，臭一个村，村里人能不恨吗？他把传家宝都留给你了，一个玉镯子。结婚的时候，包了里3层外3层，郑重的交给我，说是什么汉代的羊脂玉，把我高兴的。后来找人一鉴定，金白玉。
比咱们这个包还便宜。哦。哦，妈妈，这题做完能赚多少呀？你管呢？我能分多少呀？你想分多少200，250行吗？行啊。喏，照照镜子，镜子里面就是个250。哎呀妈，我又不多要，200，就200，脾气好啊！你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买牛仔裤。去年不是刚给你买了一条吗？款式老了，看着有点土。那人长得土不能怪衣裳，你看看人家思义，就是穿个大棉袄，也能穿出米兰和巴黎的风来。那你觉得我跟他谁好看？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？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梁静茹啊？妈，好，你好看，当然是我女儿漂亮、清纯、水灵、聪明，当然是我女儿最好看。反正我身材比思义好，我腿比他长，腰也比他细。你要是功课也比她好，那别说牛仔裤，手机我都给你买。念书好没用。为什么呀？万和全年级垫底，但他再过几年，肯定是所有同学里面最有出息的。一个最还不够，还俩最呢。他脑子里有好多奇思妙想，随便一个主意都能赚大钱。啊，你不知道，今天徐老师还为难他，让万和怼得哑口无言，别提有多过瘾。哦，挺有出息的。那你呢？大学嘛，大学又考不上，家里又那么穷，你人又不温柔，又不想干活，那以后谁看得上你呀？谁说我不会干活的？那马奶奶都说了，有墩子我扎的比思义好多了。是，那倒是。回头思义考上名牌大学，那望和赚了大钱，开着大奔，特意接上思义到你的小摊上，吃你炸的油墩子。回头别忘了给人家打折哦。不用找了。还不出来呀？哎，思义呢？奶奶说，他一大早就自己走了。有事啊？那没事能自己走吗？净说废话。真生咱们气了。你也废话。我和要是敢这么对我，我也走，我上去就是飞脚。嗨。哎，我们等你半天了，你不等等我啊？真生气啊！真不让我们管了。哇！干完这活儿该吃饭了，啊！来，老二，来坐。
行，来，放上米，肉，啊，又挨咬了？对，好，啊，高兴了咬，不高兴吧也咬。不是，那这回是高兴啊，还是不高兴？喜忧参半。你们老这样也不行吧？啊？要说了多少回了，这毛病啊他就改不了。啊，这回啊还算好的呢，你没肿起来。那上回咬的肿这么大老高，1个礼拜才消下去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人牙跟狗牙都有毒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那要不要打一针？听说过狂犬疫苗，没听说过狂人疫苗。不过你这老挨咬，应该能产生抗体吧？啊？哎，下次他再这么对你，你就好好吓唬吓唬他。怎么吓唬？离呀！那不行，那万一他要真离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？这女人这说离就离，你太瞧得起他们了。但是，甭管怎么样，要在家里给他们立规矩。那你们家有规矩？当然了，你问问海红，平时他敢跟我在这大声说话吗？我都反了他了，他还不信问问他，在家里，啊，谁是天？你得让他知道，在家里面，女人是天，男人得立规矩。在家里干什么都行，绝对不能动手啊！哎，对，就这儿。我俩呀，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，他又喝点酒，不是故意的。那也不行。哎，下次他再跟你动手，你就住到我们家去。他要敢上我们家绕人，你看我怎么说他。其实啊，我也挺理解他。最近呢，他工作不大顺，压力大。在外面气不顺，回家拿老婆出气，有病！老邵，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什么呀？羡慕你老婆呀。你老婆每天变着法儿的给你做好吃。那我老婆，哎呀，恨不得煎个鸡蛋能把厨房亮。哎，今天吃什么好吃的？点评点。昨天他发烧了，没来得及做菜。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照顾去啊？多好的机会啊！献点爱心。老夫老妻了，不在乎这个。越是老夫老妻，他越在乎这个，而且得有仪式感，提醒自己，也提醒对方。哎，两人的感情没有变淡的。有这必要吗？女人，感性动物，你有一点点小关心，她们感动得不得了。我爱人就是这样，特别吃这套。完了呗，回去啊？啊，我去拿点东西。叶林，哎，来，出摊了，给我。没有，我这回去添点东西。叶林啊，这真没走，你怎么没去送送？没人送。哎呀，以后啊，你每天下班都到我这儿来一趟。志伟走之前呢，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抓了一副药，护肝的。他说呀，让我每天给你熬着，监督你喝。他说你不听你爸的话，听我的话。我肝又没事儿，人家不是关心你吗？哎呀，这两口子啊，就是这样，不容易啊！你们相互扶持，相互帮助，这多好啊！
以后你常给他打着点电话啊，不然离那么老远，感情就会淡了的。对，但是他又不是说不回来了，对吧？是，我知道，那也得打电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打，我一会儿就打啊。行了，给我吧。哎，慢点啊。好。莫名又奇妙，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。我欲言又止，就让心跳默默吵。可惜你不知道，背向你时我也湿了眼角，依然是全力伪装最后的礼貌。庆幸是你给过温暖拥抱，遗憾是得不到，偏又想要。怎么比较开端和结局，哪个潦草一样忘不掉？怎么你的好一放手就消散在人潮，舍得让我伤心到连眼泪都想再灼烧。还好我们没有运气到老，不用太煎熬。怎么我的好一放手就会被你忘掉？真的我有多可笑，连不舍都想再起早。最后的成全是说再见不打扰。怎么你的好一放手就消散在人潮，舍得让我伤心到连眼泪都想再灼烧。